小夫是哆啦 A 梦中的有钱人，但你们知道谁是最财迷的那个人吗？跟我一起来寻找答案吧。这天大雄又在家里嚎啕大哭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哆啦 A 梦一脸担心地从楼上跑下来一看，原来是大雄在真情实感地看电视呢。据说学校的后山拉出了宝藏，总价值高达80亿日元。这个三毛大叔买这块地压根儿没花多少钱，谁知道竟然挖出了这么值钱的宝贝，那可是比中彩票还开心。这又把电视机前的大雄给酸死了，挖出宝物可是他这辈子的梦想啊！谁知道这个大叔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实现了，而且大雄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宝物是有限的，要是全被别人挖走了，那他的那一份就没有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哆啦 A 梦，你可得帮帮我啊！哆啦 A 梦拗不过他的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只好掏出了自己的大宝贝——宝星探查火箭。宇宙中有人居住的星球有很多，所以其中一定会有埋藏着宝藏的星球。这个火箭带有宝藏探测雷达，一定会走到宇宙的尽头。找到宝物的话，就会传回信号通知主人。但是宇宙那么大，找到宝物的概率还是很低的。哆啦 A 梦提前警告大雄不要抱太大希望，不过大雄可不这么想，他满脑子就只剩下寻宝，哪还管得了那么多？这种火箭哆啦 A 梦也只有3个，多了他也买不起了。随后他们把火箭放在了家里的小院子里，倒数5个数。最高端的火箭往往用最朴素的方式发射，3个小火箭被一根火柴点燃，飞向了太空，还把妈妈呛得打了个喷嚏。哆啦 A 梦守着探查追踪器，而大雄让他机器一响就通知自己。这时候刚好胖虎带着小夫扛着铲子从他家门口路过，那个急急忙忙的样子，大雄不凑上去看个热闹都说不过去了呀。只见他们俩一路冲上了后山，拿起铲子就在后山上挖了起来，看来是还想在后山上找出有没有剩下的金币。但是你们确定施工队都来挖过一轮了，还能有漏网之鱼让你们挖到吗？两人最后发现了躲在树丛里鬼鬼祟祟的大雄，胖虎怎么会放过送上门来的免费劳动力呢？赶紧叫大雄过来帮着挖宝。小夫这个抠门精竟然还说挖出宝藏的话就给大雄100块日元，这么点钱，你这是瞧不起谁呢？他现在的目标可是寻找宇宙中的大宝贝。大雄一番凡尔赛之后大步离去，只留下胖虎和小夫2脸懵逼。大雄这个爱嘚瑟的毛病是改不了了，转头又去找静香炫耀，说自己有钱之后要为他建一个带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家。他说话的架势那叫一个气派。然而静香把手一伸，你先把之前饮料的钱还给我吧。大雄立马就怂了，反正最后都是一家人，我俩谁跟谁啊？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最后大雄一溜烟就跑了。大雄兴致冲冲的跑回家，问哆啦 A 梦报警器响了没有。但一看哆啦 A 梦那个样子就知道没有，这玩意儿比大海捞针还难，哪有那么多宝藏给你找啊？可正在哆啦 A 梦说这话的时候，报警器竟然真的响了起来。大雄真不愧是全剧第一欧皇，这运气真是没得说。哆啦 A 梦急得满屋子乱窜，往窗户外一跳就要去挖宝。但你先把竹蜻蜓带上喂。再说你怎么比大雄还着急？财迷竟是哆啦 A 梦自己。两人拿出宇宙船，开始准备宇宙旅行。但是这个未来的宇宙船的造型怎么那么复古？但哆啦 A 梦说外形什么的不重要，能飞就行。两人爬进舱门，打开反重力引擎，开动飞船。这艘大木船竟然真的飞了起来。但是和他一起飞起来的还有妈妈刚刚重洗了一遍的衣服们。又是经典的麻剑打操作，你们确定今天还能平安到家吗？他们的飞船缓缓飞出了大气层，飞向了宇宙外太空。哆啦 A 梦检测到了1号火箭的大致位置，然后进行了一个空间跳跃，这样就能穿越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了。在出舱之前，哆啦 A 梦让大雄先吃了个内用太空服，只要吃下之后皮肤就会变得和太空服一样，还真是离谱中带着一丝科学的合理性呢。大雄跟着哆啦 A 梦来到了甲板上，抬头就看到了浩瀚的宇宙星辰。他们2人来到了宝星的上方，但是这个星球怎么有点小啊？算了，不重要，有宝藏就行。哆啦 A 梦率先跳了下去，大雄原本还有些害怕，但也鼓起勇气跟着跳了。他们穿越云层之后，底下就是大海。两人扑通扑通2声，全都掉进了海里，吓得大雄哇哇直叫。可是这个海水怎么比游泳馆还浅呢？刚才酝酿的那点害怕情绪全浪费了。就在大雄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一架超级迷你的飞机
从他眼前飞了过去。哆啦 A 梦还以为那是个蜻蜓，紧接着他们前面又来了一艘微缩游艇，船上的人还以为见到了巨大的怪兽，吓得赶紧窜没了影。原来他们来的是个小人国，大雄和哆啦 A 梦一起来到了所谓的陆地上，这里的房子竟然还没他们2个人高。不知道的还以为闯入了隔壁奥特曼拍摄片场，城市里的小人被他们俩外星入侵者吓得滋儿哇乱叫。但哆啦 A 梦和大雄还惦记着这个星球上的宝藏，最后哆啦 A 梦掏出探测器测了半天，又朝着大海里跑去，火箭就掉在了大海中央的一座小岛上。还没动手，大雄就已经做起了美梦。小岛上埋的是钻石还是金币呢？我这要是发财了，这钱可怎么花得完啊？2个人拿起铲子就挖了起来，好好的一座小岛，硬是被他们给占平了。经过哆啦 A 梦和大雄的不懈努力，移山填海工程终于顺利竣工，但是整个小岛都给挖没了，宝藏在哪儿呢？大雄看了看身上的灰尘，随便一吹，粉末竟然还带着金光。哆啦 A 梦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他们挖的时候飞起来的那些闪着金光的粉末，该不会就是这个星球上的金矿吧？因为星球很小，所以宝藏也很小，这也太心酸了呀！就算把这些金粉全带回地球，也值不了多少钱。大雄和哆啦 A 梦2人只好无功而返。大雄回了地球之后，还特意去向静香道歉，之前承诺的网球场和游泳池都建不成了。好在静香压根就没把这话放在心上。のび太さんの言うことだもの。真是好有道理，我竟无法反驳。就在大雄快绝望的时候，警报器竟然又响了。第2个火箭也找到了宝藏，大雄又支棱起来了，立马给静香打电话。哆啦 A 梦拽都拽不住啊！他们再一次踏上了寻宝之旅，这次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小的绿色星球。光溜溜的星球上啥都没有，但是有个像存钱罐的小口，大雄不小心摔了进去，这里面竟然真的全部都是大金币。但是就在他们准备往外搬的时候，一只巨大的手伸了过来。我的妈呀，这竟然是个巨人国的存钱罐！哆啦 A 梦和大雄一下就被甩飞了，他们实在是害怕那个巨型宇宙人，只好又一次灰溜溜的返航了。这一次就连大雄也丧失了斗志，连静香打来的电话都不接了。看来他们的游泳池大别墅是想都不要想了。但是别忘了，哆啦 A 梦放出去的火箭可是有3个呢，全村的希望都系于3号火箭一身。报警器果然不负众望地响了起来。这次的星球不大不小，和地球差不多，而且地表的生态也和地球很接近，这下指定错不了了。2人找到了插在土里的火箭，拿起铲子美滋滋地挖了起来。挖着挖着，铲子突然挖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，想必这就是宝藏了。大雄和哆啦 A 梦赶紧加快了动作，继续挖。但是这挖出来的怎么一堆石头块啊？这时他们看见了这个星球生活的人类似乎还处在石器时代，所以说那些石头就是他们星球通用的钱币。然而这些石头运回地球也不值钱啊！大雄和哆啦 A 梦只好又灰溜溜的空手而归。可是刚一回到地球，大雄就被胖虎和小夫嘲笑。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找到了宝藏，他又用任意门来到了刚才的星球，用石头作为报酬，让外星人在那边帮着他建了个带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大别墅。当大雄带着小伙伴们再次打开任意门的时候，他真的向静香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泳池和网球场都一个不差。静香在水里游着泳，小夫和胖虎打着水仗，大雄和哆啦 A 梦在岸上吃着铜锣烧，喝着椰子水，真是好舒服啊！虽然这些钱不能买游戏和漫画，但是能够换来这么舒服的大别墅，还能讨静香开心，大雄你就知足吧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有挖到过宝藏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